真千金上门认亲那天，我被当众羞辱，不仅如此，我还被抛弃成了全城笑柄。可他们不知，我是假千金，而真千金也是假的。这一切不过是我们按照剧本设下的一场局。叔叔，阿姨，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林依依。什么情况？8点档的狗血剧情真的发生了？只见站在旁边的我妈捂着嘴面露痛苦。就连我爸这个情绪稳定的成功商人都拿着那份亲子鉴定浑身发抖。我知道我出现的很突然，我没想过要破坏你们的家庭，我只是太想见见自己的亲生父母了。他说着把目光转向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敌意。姐姐，这些年你过得很好吧？我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，我妈已经一个箭步冲过来，一把抱住了宋依依。我的女儿，我的意义是妈妈对不起你，让你在外面受苦了。我爸也红了眼眶，走过去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一家3口抱头痛哭，而我是个标准的局外人。爸妈，我知道姐姐在这里生活了20年，我回来她一定很难过，我还是走吧。哇塞，好一朵纯净白莲花。宋依依转身要走，被我妈一把拉住，不许走，这里就是你的家，谁也不能赶你走。说着，我妈话锋一转，冷眼看向我。林乐优，你现在已经不是林家大小姐了，意义才是。你以后要懂得自己的本分。宋依依的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，她走到我面前。姐姐，以后请多指教了。就在这时，我哥林琛从楼上走了下来，站到宋依依面前，上下打量着。你就是我妹。哥哥你好，我叫林依依。林琛点点头，然后对我说：哦，那把我的房间让出来吧，我房间的采光比林乐优那间好。晚饭时，餐桌上的气氛更是诡异。我妈不停地给宋依依夹菜，嘘寒问暖。依依，多吃点这个，你看你瘦的。明天妈带你去逛街，把你以前没穿过的漂亮衣服都买回来。依依啊，爸给你办了张副卡，想买什么就买，别跟爸客气。只有我坐在角落无人理睬。饭后，我躲在房间里，就在这时门被敲响了。请进。门开了，我爸、我妈还有我哥3个人鱼贯而入，然后我爸反手就把门给锁了。我妈没有说话，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东西，在我房间里台灯的底座上发现了一个针孔摄像头。我妈熟练地把摄像头拆下来，扔进马桶。老林，我的演技不错吧？很不错，只不过之后咱们得更谨慎一些。我的演技呢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愧是我女儿，就是优秀。我是林家养了20年的假千金，这件事我从小就知道。而白天的那一出，不过是我们全家演出来的。我爸妈除了我哥外，根本就没生过其他孩子。这些事我都是从小就知道的。况且我爸妈能把生意做得那么大，也不是傻的。DNA 检测下午就出来了，他手里的假的不知怎么来的。这小丫头片子，敢拿着一份假的鉴定报告就来我们林家碰瓷，背后肯定有人指使。咱们就陪她演下去，我倒是要看看她背后的大鱼是谁。我已经查了，他给的那份鉴定报告是一家早就倒闭的小机构出的，章都是萝卜刻的，而且他一进门就在你以前的房间里装了窃听器和摄像头，明晃晃的做局啊。还好我哥下楼前悄悄发消息跟我说了，不然我都怕穿帮了。不过就这么看，咱们全家都值得那小金人。我们一家人窝在我的临时小房间商量着之后该怎么做。第二天，我刚下楼，坐在餐桌前，戏就开演了。姐姐，昨晚睡得好吗？客房的床是不是有点硬？加油，林乐优，你是专业演员。我低下头，红着眼圈，不说话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但这里毕竟不是你的家，你总要学会独立的。我听爸说，家里公司正好缺个前台，你要不要去试试？总比在家里吃白食强。我堂堂林氏集团继承人，去当公司前台？我去，你！就在这时，我妈端着早餐从厨房出来，恰好听到了这句话。意义说的对，林乐友，你都20了，不能总靠着家里。你看看你哪一点比得上我们意义？意义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，都比你懂事。宋依依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，我低下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演技姐有的是。下午，宋依依借口清理房间，准备丢掉我的限量版玩偶时，我恰到好处的情绪失控了。你干什么？这是我的东西。你的东西，林乐优，你搞清楚，现在这个家里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，你不过是个被收养的冒牌货。这句话瞬间点燃了战火，我跟他扭打在了一起，当然是演的。等爸妈出现时，宋依依立刻松开手开始哭。爸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帮姐姐收拾一下东西，姐姐她就打我。林乐优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你竟然敢对意义动手！滚！你现在就给我滚出这个家！
我被我妈连推带搡的赶出了家门。我拖着小小的行李箱，站在自家别墅门口，秋风萧瑟。爸妈也演得太逼真了吧，我差点都以为自己真的被赶出来了。演得不错，给你加5万零花钱。宝贝女儿委屈了，我给你点了佛跳墙外卖，送到你王叔叔家。目标人物已入住主卧，开启全屋24小时无死角亲情监控。收到，请问剧组盒饭能加个鸡腿吗？加。我拉着行李箱，心情愉快地走向隔壁我爸的发小王叔叔家的别墅，那里是我临时的剧组宿舍。我在王叔叔家住了下来，凌晨把家里的监控信号直接接到了我的电脑上。我每天的生活就是远程看戏。宋依依不仅在我房间里翻箱倒柜，让我妈给她买了名牌包，甚至还换上性感的睡衣勾引我哥。不得不说，宋依依这出戏比任何电视剧都精彩。今天的剧本研讨会开始喽，10分钟后在王叔别墅见。大家复盘一下今天的表现，再规划一下明天的表演。明天我要带他去见我的那些富太太朋友，我要让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上流社会，让他自惭形秽。我明天在公司董事会上宣布让他进公司历练，我倒要看看他背后的人下一步想干什么。我查到他最近在频繁联系一个人，顾思行，顾氏集团的太子爷。顾思行，这不是咱家的死对头吗？难道他是顾家派来的？很有可能，顾氏最近在跟我们抢城南那个项目，如果这时候我们林家爆出真假千金的丑闻，股价必然会受影响。如果宋依依再以真千金的身份跟顾思行联姻，釜底抽薪，好一招赌技。别急，既然知道了他们的目的，那我们就更好演了。女儿，明天有个任务要交给你。妈妈，什么任务？我听着我妈的计划，眼睛越来越亮，事情更有意思了。第二天的商业酒会，我穿着一身服务生的制服，端着盘子混在人群里。只见不远处，宋依依挽着顾思行的手朝我妈走去。哎呀，依依今天好漂亮，这位是妈，这是我的朋友顾思行。顾公子，久仰大名。就在这时，宋依依的眼睛亮了，拉着顾思行朝我走来。哟，这不是姐姐吗？怎么在这里当服务生了？是被赶出家门，没钱吃饭了吗？妹妹，我只是想自己挣点钱。宋依依冷笑一声，直接把那杯香槟泼在了我身上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件衣服的清洗费我赔给你，100块够不够？羞辱，这纯纯赤裸裸的羞辱。就在我准备按照剧本忍气吞声地接下这笔钱时，一只手拦住了宋依依。够了。思行，顾思行没有理他，他转过头拿出一块手帕，擦擦吧。不对啊，这剧本里没这段啊。我正在发愣，我妈已经冲了过来，一把将我护在身后。依依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姐姐？就算她不是亲生的，也在我们家生活了20年，你怎么能这么欺负她？宋依依被骂懵了，委屈地看着顾思行，顾思行却只是冷冷地看着这场闹剧，然后对我说了一句：需要帮忙吗？我回过神来，摇了摇头，在众人同情的目光中落荒而逃。跑到休息室，我立刻拿出手机。什么情况？顾思行那小子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他是不是看上我们家闺女了？我查了一下，顾思行的风评好像没传说中那么差。这个顾思行到底想干什么？那场酒会之后，顾思行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，无论是我在咖啡店打工，还是去图书馆，甚至是菜市，都能偶遇到他。而另一边，宋毅对我的打压变本加厉，而每次在宋毅欺负我后，顾思行总会恰好的出现。这天，顾思行又一次偶遇在我打工的咖啡馆，我终于忍不住了。顾总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不想猜。我在追你。追我？顾总真会开玩笑，我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假千金，有什么值得你追的？你不是假的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强装镇定地看着顾思行。林乐优，我们明人不说暗话，宋依依是假的，这件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他怎么会知道？看着我震惊的表情，顾思行笑了。你和你家人的演技确实很好，但可惜你们忽略了我，我才是这场戏最早的观众。早在1个月前，宋依依就拿着那份假的鉴定报告找到了我，她说她才是林家真正的千金，只要我帮她回到林家，她就可以作为内应，帮助顾氏集团在城南的项目上
击垮林氏。所以他的回报就是和你结婚，然后让你名正言顺的吞并我家的一部分产业吗？我当时觉得宋逸逸是一个野心勃勃但脑子不太好使的女人，所以派人去查了，结果发现她果然是个冒牌货。而更有趣的是，我发现你们林家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件事，并且在陪她演戏。我后背惊出了一身冷汗。那你为什么不揭穿我们？为什么要揭穿？看戏不是很有趣吗？尤其是主角还是你。我的脸不争气的红了。所以你接近我是为了合作，林乐优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不是吗？你说的是谁？我二叔顾明远，宋逸逸只是他推出来的一颗棋子。我二叔想利用宋逸逸这颗棋子搞垮林家，同时也搞垮我。只要林家倒了，和林家有深度合作的我们这一派系也会元气大伤。他再把与贾千金合作的脏水泼到我身上，就能顺理成章地把我从继承人的位置上踢下去。好一招一石二鸟的毒计，我们两家都成了他棋盘上的棋子。没错，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们需要联手把这出戏演得更逼真一点，引蛇出洞。我没有立刻答应他，这件事我需要跟我的剧组商量。晚上我把和顾思行的对话在家庭群里说了一遍。这小子可以啊。我就说他看上我们家闺女了，我追的剧里都这么演。他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，顾明远确实是幕后黑手的最大可能。所以剧本要改吗？改，必须改，把男主角加进去。于是，在双方剧组的共同商议下，我们的剧本升级到了 2.0 版本。我和顾思行开始在公众面前上演一出霸道总裁爱上落魄千金的戏码。他会开着跑车来我打工的咖啡馆接我下班，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送我玫瑰花，会带我去最高级的餐厅吃饭。你为什么要抢我的男人？意义，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。顾思行爱的是我。你林乐优，你别得意，你不过就是个冒牌货。你以为顾思行是真的爱你吗？他只是玩玩你而已。等他玩腻了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两家马上就要因为我们联姻强强联合，走上人生巅峰了。不管心里怎么想，我脸上还是那副被戳到痛处的受伤表情。我们的表演很成功，宋逸逸果然上钩了。他开始更加疯狂地联系顾明远，催促他赶紧进行下一步计划。而顾明远也终于坐不住了。会议进行到一半，顾明远突然发难。顾总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不想猜。我在追你。追我？顾总真会开玩笑。我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假千金，有什么值得你追的？你不是假的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强装镇定地看着顾思行。林乐优，我们明人不说暗话。宋逸逸是假的，这件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他怎么会知道？看着我震惊的表情，顾思行笑了。你和你家人的演技确实很好，但可惜你们忽略了我，我才是这场戏最早的观众。早在1个月前，宋逸逸就拿着那份假的鉴定报告找到了我。他说他才是林家真正的千金，只要我帮他回到林家，他就可以作为内应，帮助顾氏集团在城南的项目上击垮林氏。所以他的回报就是和你结婚，然后让你名正言顺的吞并我家的一部分产业吗？我当时觉得宋逸逸是一个野心勃勃但脑子不太好使的女人，所以派人去查了，结果发现她果然是个冒牌货。而更有趣的是，我发现你们林家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件事，并且在陪她演戏。我后背惊出了一身冷汗。那你为什么不揭穿我们？为什么要揭穿？看戏不是很有趣吗？尤其是主角还是你。我的脸不争气的红了。所以你接近我是为了合作，林乐优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不是吗？你说的是谁？我二叔顾明远，宋逸逸只是他推出来的一颗棋子。我二叔想利用宋逸逸这颗棋子搞垮林家，同时也搞垮我。只要林家倒了，和林家有深度合作的我们这一派系也会元气大伤。他再把与贾千金合作的脏水泼到我身上，就能顺理成章地把我从继承人的位置上踢下去。好一招一石二鸟的毒计，我们两家都成了他棋盘上的棋子。没错，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们需要联手把这出戏演得更逼真一点，引蛇出洞。我没有立刻答应他，这件事我需要跟我的剧组商量。晚上我把和顾思行的对话在家庭群里说了一遍。这小子可以啊。我就说他看上我们家闺女了，我追的剧里都这么演。
他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。顾明远确实是幕后黑手的最大可能。所以剧本要改吗？改，必须改，把男主角加进去。于是，在双方剧组的共同商议下，我们的剧本升级到了 2.0 版本。我和顾思行开始在公众面前上演一出霸道总裁爱上落魄千金的戏码。他会开着跑车来我打工的咖啡馆接我下班，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送我玫瑰花，会带我去最高级的餐厅吃饭。你为什么要抢我的男人？意义，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。顾思行爱的是我。你林乐优，你别得意，你不过就是个冒牌货。你以为顾思行是真的爱你吗？他只是玩玩你而已。等他玩腻了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两家马上就要因为我们联姻强强联合，走上人生巅峰了。不管心里怎么想，我脸上还是那副被戳到痛处的受伤表情。我们的表演很成功，宋轶果然上钩了。他开始更加疯狂地联系顾明远，催促他赶紧进行下一步计划。而顾明远也终于坐不住了。会议进行到一半，顾明远突然发难：林董，有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事关林氏的声誉，我觉得在座的各位股东都有知情权。顾总有话但说无妨。好，据我所知，您身边这位一直被您当作继承人培养的林乐优小姐，并非您的亲生女儿，而您真正的千金其实是这位宋轶小姐。他话音一落，全场哗然，所有股东都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各位叔叔伯伯，我才是林家的女儿，林轶轶。而更让我痛心的是，我的侄子顾思行竟然被这个来路不明的假千金迷得晕头转向，甚至为了他不惜损害我们顾氏的利益。我今天就要当着大家的面揭穿这个女人的真面目。他说着，把一沓照片摔在会议桌上，照片上全是我和顾思行亲密的画面。大家看看，就是这个女人一边霸占着林家的财产，一边勾引我们顾家的继承人。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根本不配留在林氏。股东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宋轶轶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。我爸看着这出闹剧，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慢悠悠地说：演完了吗？林董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你的独角戏演完了吗？演完了就该轮到我们了。说着，我爸打了个响指，会议室的大屏幕开始播放一段视频，是宋轶轶第一次进我们家时，在我房间安装针孔摄像头的画面，然后是他和顾明远打电话的录音。二叔，计划很顺利，林家那几个蠢货都被我骗了。林乐优那个贱人竟然勾搭上了顾思行，您一定要帮我把顾思行抢回来。一段又一段，证据确凿，顾明远和宋轶轶的脸瞬间变得惨白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这是伪造的。伪造？顾二先生，宋小姐，需要我把你们的通话记录、银行转账流水，以及你用来联系的海外服务器 IP 地址都公布出来吗？顾明远的腿软了，他瘫坐在椅子上，面如死灰，全场的股东都看傻了。二叔，你输了。装什么？我们全家都知道你不是亲生的，但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。我妈顿了顿，我们家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真千金。什么叫没有真千金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当年我生的确实是个女儿，但她一出生就因为先天性心脏病夭折了。这个秘密连我都不知道。我爸站起身，走到我妈身边，握住她的手，眼里满是心疼。那是我和你爸这辈子最痛苦的时候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阴影。后来我们在孤儿院遇到了你，你那时候才3个月大，小小的，很爱笑。我们看到你的第一眼就决定要收养你，把你当成我们自己的孩子，好好爱你。所以乐优，你不是任何人的替代品。爸爸妈妈给你取名乐优，也是希望你快乐悠然一辈子。你是我们林家独一无二的唯一的女儿。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。会议室里一片寂静，宋轶彻底崩溃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顾明远也彻底没了声息。帽子叔叔很快就来了，带走了涉嫌商业欺诈和诽谤的顾明远和宋轶轶。股东大会结束后，我们一家人还有顾思行回到了家里。王叔叔也来了。闺女，这些日子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挺好玩的。是吧是吧？我就说我的演技好吧，尤其是把你赶出家门那场戏，我那个心痛的表情绝了。妈，你差点笑场。胡说，我那是悲极而笑。一家人又恢复了往日的欢声笑语。王叔叔看着我们，笑着说：老李啊，你家这剧本可以拿去拍电视剧了，保证爆火。那必须的。闹了一阵，顾思行给我夹了一筷子我最爱吃的糖醋排骨。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了。小顾啊，你看我们家乐优也老大不小了，你们俩的事是不是也该提上日程了？
我看行，找个时间，双方家长见个面，把事定下来。顾思行笑了，他看向我，目光里满是期待，我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。爸妈，我还小呢。屋内一片欢声笑语。我叫林乐优，我有一个把我宠上天的爸爸，一个戏精又爱我的妈妈，一个嘴硬心软的天才哥哥，现在好像还要多一个腹黑又深情的男朋友。虽然我不是我爸妈亲生的，但我们是一家人，有没有血缘关系又有什么重要呢？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牢不可破的羁绊。